如果你可以学会一个魔法，你会选择学习哪种？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选择操控时空。在实操魔法之下，任你有多么强烈的输出，这份强大也毫无意义。所以拥有实操魔法的奥提玛蒂亚才会那么让人闻风丧胆。面对奥提玛蒂亚的接近，拉甘娜的心中充满了纠结，一边想着自己曾经狩猎过他，1对1肯定有胜算，一边又想着绯红不让他单独行动，而绯红对拉甘娜的遭遇一无所知，此时正乐呵呵的看他2个属下说相声呢。一听说绯红想趁势的机会杀翼之王，罗王立刻站出来反对，觉得现在的他们还没法和奥提玛蒂亚硬刚。齐姆拉就嘲笑他胆小怯懦，却被罗王反唇相讥，问他12加9等于几。齐姆拉就真的开始掰着指头算了起来，结果算来算去还是算不出来，俩人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怂包。绯红竟然还说他们是自己集知识与技术的大成作品，让罗王把奥提玛蒂亚和国王交谈的影像放出来。看了一遍之后，确定实操魔法并不是无敌的，他已经想出来了应对方法。另一边，史莱姆替拉格纳解了围，大大咧咧地告诉了奥提玛蒂亚，这小子只是人多不舒服而已，不用担心他。拉格纳也恢复清醒，决定不轻举妄动，等和绯红会合之后再开始狩猎。只是万万没想到，刚刚的心中夸奖史莱姆机灵，那小子突然跳下去，来到了奥提玛蒂亚身边，说他身上香香的，好像很可口，然后就想咬上去尝尝味道。好在旁边的小男孩及时制止，因为奥提玛蒂亚还要帮他找他的父母呢。这句话又勾起了拉格纳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他问奥提玛蒂亚为什么对这个小孩这么亲切，奥提玛蒂亚一脸理所当然的反问，温柔待人难道需要理由吗？拉格纳没话说了，怕自己再待下去会忍不住动手，于是带着史莱姆扭头就走。就在这时，排行老四的涅比利姆走了过来，告诉奥提玛蒂亚他跑出来的事被老师知道了，让他赶紧回去。同时注意到了停下脚步的拉格纳，他觉得这个男人很像猎龙人。奥提玛蒂亚就替拉格纳解释说，他只是在人群中不舒服。老四恍然大悟，原来我刚刚你不舒服是因为人太多了呀。奥提玛蒂亚立刻担心的蹲下来，再抬头，拉格纳已经不见了，而绯红还在跟自己2个部下研究那段影像。他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影像上的奥提玛蒂亚使用了回溯时间的技能，而且他无法同时使用停止和回溯，要回溯时间就必须先解除静止状态，回溯时间的期间也无法保持静止。找到了实操魔法的弱点之后，绯红的脑海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个计划，首先发动突袭杀死奥提玛蒂亚，这样一来实操魔法就会自动发动，回溯至他的身体能够维持生命机能的状态。这段时间奥提玛蒂亚无法停止时间，如果他们能在时间完全回溯之前再度杀死他，时间就会再一次回溯，如此不停的重复，就算奥提玛蒂亚是第1位级的龙王，也迟早会因为魔力用尽而无法再回溯时间。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时间回溯的时候，奥提玛蒂亚以庞大的魔力进行回击，不过以拉格纳的实力完全可以应对这些反击，所以拉格纳才会说1对1的情况下他能赢。那么问题就在于一直守在奥提玛蒂亚身边的老四和老七了，所以绯红决定把这2人交给自己的2个部下。与此同时，拉格纳带着史莱姆来到了一个小巷子，他的心中依然在纠结自己刚刚的选择是否正确。绯红的声音告诉他，他只需要听自己的指示就行，他们的目的是歼灭龙族，所以一切都要以这个目的而行动。拉格纳自己也知道暂时撤退是正确的判断，可是为什么他做出那样的选择后会如此的厌恶自己？最终拉格纳还是转身走了回去，临走之前让史莱姆联系绯红说他已经发现目标了。等史莱姆反应过来人已经不见了，只能赶紧给绯红打电话，一上来就来了句拉格纳背叛了。绯红此时还沉浸在把拉格纳当成傀儡的得意洋洋之中，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震惊无比。而拉格纳已经回到了奥提玛蒂亚附近，在人群中悄悄观察那2个人。奥提玛蒂亚问老四那一家人是否在今天的名单之中，老四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奥提玛蒂亚非常欣喜，直呼那就好。原来绯红推测的能让人无声无息消失的方式就是老四在干，他在王都内布下了结界，能让内部的人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仿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般的消失，连其他人也都不会察觉。奥提玛蒂亚觉得这种没有任何痛苦的消失方式就是对那些必须死的人的救赎，所以他决定在今后的王都的各处都采取同样的方法，给予人们安心的感觉。然后在他沉浸在自己善良中的时候，拉格纳再一次出现了，他果然还是不能放过这个故作天真的恶毒女人。他也明白刚刚自己并不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撤退只是因为他在害怕自己无法充分运用获得之力斩杀这个女人。拉格纳对这样的自己感到丢脸，奥提玛蒂亚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还是温柔的上前安慰，结果下一秒面前的老四突然倒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冻结的身体也摔碎四散。奥提玛蒂亚这才意识到不妙，而拉格纳已经掏出银剑，摆出了战斗姿态。奥提玛蒂亚也只能张开翅膀，使出了他的时停魔法。然而还没等时间停止，就看到拉格纳直接冲上来将其斩杀。奥提玛蒂亚的身体被摧毁后，回溯魔法自动开始，可是还没等他的身体彻底修复，拉格纳的剑就再一次贯穿了他的身体。大阵的人们赶紧四散逃跑，奥提玛蒂亚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的被砍碎，接着一次又一次恢复如初。但是随着次数增加，他的思考
考能力也开始大大的减弱，恢复速度也慢了下去。这一次，拉格纳又把他震飞到空中。奥提马蒂亚他那未恢复完全的大脑不自觉地思考他到底要做什么，还没得出答案，身体就再次被破坏。于是他下意识地放出强力的攻击，却被拉格纳的数把银剑尽数抵挡。那些银剑无视攻击，径直没入他的身体。拉格纳手一挥，又有银气扫过去，告诉奥提马蒂亚，他所能带给人们最好的温柔就是死在这里。当初奥提马蒂亚要将拉格纳也变成血之一族，但是在那枚血之剑没入拉格纳的身体时，他突然拿起地上的银剑刺入心脏，哪怕自杀也不让奥提马蒂亚得偿所愿。奥提马蒂亚只能失望地带着其他上位龙离开了。结果他们刚走，绯红就带人过来，发现这个人拒绝了血之传承之后，对拉格纳大为感兴趣，立刻让属下把他搬回了自己的基地。这就是前世拉格纳和绯红的初遇。但此时的绯红无比抓狂，整个王都几百万人，为什么拉格纳偏偏和奥提马蒂亚遇上了？难不成那小子真是个扫把星？他只能安慰自己，反正这个作战就是要来测试拉格纳力量的，到时候随机应变就行了。于是派奇美拉前去为自己实时播报战况。察觉到王都的结界已经消失，他推测老斯可能已经死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立刻把奇美拉叫了回来，让史莱姆去飘出美味香气最近的地点，又让罗旺去追杀老七。老七只能不情不愿地前往目标地点。绯红就在这儿美美的看戏，堂堂龙族王女居然被区区人类杀得毫无还手之力，此时连头都飞了出去。他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被杀了多少次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老七的声音。老七告诉奥提马蒂亚，接下来他会连带着他一起以王都中吸取的血液进行炮击，反正他可以复活的，先弄死拉格纳比较紧要。结果还没开炮，那条龙手臂就被罗旺一枪打断。罗旺打完就撤，深藏功与名。跳下去的时候看了一眼空中的战局，刚称赞了一句拉格纳实力这么牛，就看到那小子被结界给控住了。果然老斯根本没死，不过以他现在的状态也撑不了多久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拼尽全力为奥提马蒂亚争取完全复原的时间。眼看奥提马蒂亚的身体马上就要彻底的恢复，奥提马蒂亚自己也放出大量的血液将结界中的拉格纳包裹。拉格纳银气全开，但最终在老斯的坚持下，奥提马蒂亚还是彻底恢复了身体。结果下一秒就被银气全开的拉格纳一拳贯穿，刚恢复好的身体再一次碎裂，仅剩的头部也被拉格纳打飞到了城外。反正已经到了城外，拉格纳也不打算手下留情，一拳接着一拳往那张漂亮的脸上走。却不知奥提马蒂亚还有杀手锏，他居然能让整个世界回溯。随着话音落下，时间再一次回到了军官站在城墙上演讲的时候。拉格纳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同时感受到一股违和感。就在这时，时间又停止了。奥提马蒂亚走到了他的身后。其实他一般不会将整个世界重置的，因为那样太耗费魔力了。但是拉格纳让他久违地感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不得不在战斗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先解决这个威胁。毕竟现在时间是停滞的，奥提马蒂亚可以随意思考如何处置拉格纳。首先要把他脖子上那个小孩弄下来，误伤的人家就不好了。然而这时他突然看到拉格纳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下一秒老四直接化成原形，对拉格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打。奥提马蒂亚看着拉格纳毫无抵抗之意，才放下心来，赶紧上前拦住老四，让他看看自己的手掌。老四这才发现自己的手竟然被灼伤了。奥提马蒂亚推测拉格纳的力量源头应该在体内，又有那种异常强大的抗性，白天力量减弱的他们估计很难对他造成致命伤害。奥提马蒂亚就呼唤了自己的老师，也就是老七，希望他帮自己向国王传个话，让国王朝拉格纳释放光束。那道光线肯定比他们现在的力量更为强大。下完命令以后，奥提马蒂亚就叫上老四离开了。老四却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奥提马蒂亚而垂头丧气。结果奥提马蒂亚还惦记拉格纳呢，他总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对这个人有亲近之感。没想到刚转过身去，拉格纳居然就站了起来，强大的执念让他挣脱了时空的束缚，直接朝奥提马蒂亚跑了过来。奥提马蒂亚吓得赶紧放出火焰攻击，但那攻击对拉格纳毫无作用。老四也立刻在奥提马蒂亚面前展开了最强大的防御屏障。然而拉格纳直接冲破屏障，来到了奥提马蒂亚面前。这一次他要让奥提马蒂亚体会一下恐惧，一刀下去，奥提马蒂亚的身体就四分五裂，其中一半的头颅落到了老四怀里。紧接着时间恢复了流动，拉格纳又一次冲向了奥提马蒂亚。奥提马蒂亚还想继续回溯整个世纪的时间，可他心里已经清楚，那已经无法再阻止拉格纳了。莫大的恐惧萦绕在他的心头，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会死。可就在刀尖悬在他头顶的那一刹那，拉格纳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现在七窍流血，只感觉视线里一片通红，且无法呼吸，这是引出过多未来力量造成的副作用。最终拉格纳不甘心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国王也接受命令，射出了一道光线。但硝烟散去后，他们新的敌人出现了。绯红居高临下的看着狼狈的拉格纳，都说了让你听从我的命令，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呢？他回头又看向了空中的奥提马蒂亚。